大家好，我是陈医师。那么昨天晚上刚好在直播的时候呢，有朋友告诉我说 ，IPF 的规则呢，已经更新而且公告了。那么昨天晚上呢，我在脸书上面呢看一看，发现的确，确实在网络上查得到那个 IPF 的 Rule Book， 他们的规则书呢，2023年开始启用的，确实已经更改了。那么确认过这样的资讯之后呢，陈医师也特别把这个 Rule Book 呢把它download下来，那么仔细看一下它确切改的红字的部分，还有修改的部分，针对于卧推的部分他们到底现在结论是怎么改？那么在讲这个事情之前都大家就是应该看过陈医师有讲过好几次这种的卧推，陈医师真的打从心理上是不太能够接受。拱腰是一回事，拱腰是正常的，但是过度的高拱腰会发现这样子的卧推基本上手肘几乎没有在移动，那么在未来可能是不会出现，而且会变得是 no lift。再看一次就这样子就结束未来这个已经是会变成是不合格的那个试举了。OK， 那这边也很典型的例子了这个高拱腰这么夸张这个以前的话规则上是符合的，只要你推起来都算数。那但是在未来希望是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了。那么陈医师昨天在 Google 上面找 IPF 的 Rule Book 那的确呢在网络上都已经可以查得到完整的资讯了那么我给大家稍微解读一下关于卧推大家很关心的这种跨海大桥或者说大法师的卧推呢，到底现在他们打算怎么改？那这个红字的部分就是从这个规则书里面所揭露出来的这个第8页这边有特别讲他们讲的事情是说手肘看到那个手肘的下缘就是我们讲说手肘是手肘的下缘，再从主审的角度呢去看的时候呢，这个手肘的下缘要低于或者等于这个肩关节的上缘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肢体本身也不是在讲里面的骨头，我们讲的是那个手肘的下缘的地方要低于或者等于肩膀的上缘那实际上的话呢，影像怎么看呢？等会我也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不过这边有几个红字就是有特别改变的，就是说大家常常都会看到我们在卧推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大家看到摆位，还有在我们讲 set up 就是把动作把它摆位跟准备把那个姿势准备的时候呢，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陈医师这边有注意到他这边有写说脚底是可以允许平贴地板，但是可以移动的。不过移动的时候脚不能翘起来不能够移动，就是可能在水平移动，但是平贴的状态下，它的规则里面是允许的这边是允许的这边有看到写 foot movement is permissible 但是必须要平贴在这个平台上面那这边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准备期的时候呢，运动员不可以允许把他的脚放在 bench 上面来做 set up 因为我们想说起桥就是跨海大桥这样的一个起桥的方式在准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把脚放在那个凳子上面来做起桥的动作。那后面也有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什么样子。那其他的规则的变动基本上是不大的那握的距离这些都没有做改变规则上并没有改变，一样是81公分。那81公分是指那个把那个杠上面的那个力环大家知道，只要你手抓着力环的话，基本上都是合乎规则的握距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更改握距，但是 IPF 这一次的改版里面，它并没有改这一块，它反而是用类似蹲举的判定的方式一样就是我们讲说屁股呢要低于膝关节，可是问题是屁股的哪边呢？是下缘、上缘还是中间？这个在判断上面一定多多少少会带着有一些主观的一个意味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边还是要对 IPF 愿意更改这个规则呢表示肯定因为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大家的一个反馈他们有听到，那也愿意做出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肯定的那这边有看到讲说这个在推的时候呢，这个是旧的规定并没有改变，就是说我们在杠放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在推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抬头，不能够抬屁股杠也不能够有一些抓起来之后呢横向移动，这个也不行的推一半下沉再推上去，这个也不行还有就是关节最后呢要锁死所以之前有些人在看陈医师的影片的时候问说为什么卧推的时候关节要锁死其实是为了要参加比赛，那规则上面是有这么规定的，如果关节没有打直的话呢不算是一个完整的行程那么再来就是说呢，他这边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脚底就是说你不管在准备期或者在我们讲说在推的时候呢，脚底是不可以碰到凳子的或者其他的固定装置
那再来就是最后面就手肘下方要低于或等于肩膀的上方表面哦。那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哈。这个是在 IPF 的 Rule Book 哦，它的规则书里面它自己列出来的，什么叫合格，什么叫不合格哈。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指什么？这是手肘的什么？手肘的下缘的地方哦。但是我看它这边标记呢是标记在最外缘哈，这手肘的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并不是指这边哦，是指这个地方啊。大家看一下哦，这一个地方它有低于肩关节哦，可是你看它的用语哦，它的用语是两侧的手肘关节的下缘要等于或者低于两侧的肩关节的上缘，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 and， 就是说两个都要符合的。可是呢，大家看一下实际上的照片，它这样子仍然是算是一个 good lift 哦，他们认为是合格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地方，他认为这样子呢算是平行的。啊，这边到这边算是平行的，但是它这边画呢，并不是画在肩膀的上缘，比较像是肩关节的上缘，而不是肩膀前面的这个皮肤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到时候在实际判定的时候，应该会出现一些的争议存在。好，但是我想主审最大了哈，主审来做判定。那像这个样子呢，他们也认为说这是 OK 的，因为手肘的最下缘的地方呢，最外面最下缘的地方低于肩关节，他们认为这样是 OK 的啊。可是大家要记得哦，虽然说这样子是 OK 的，可是你们可以看得到，即便像这样子，即便像这个样子，这个仍然都是一个很大幅度的拱腰哦，这个拱的幅度其实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们认为这样子是合格的。那么什么样不合格呢？就类似像这个样子，好，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种也是高拱腰没有错，但是他们在下放的最低点的时候呢，手肘的这个位置比肩关节的这个位置呢来得高，这样子的话算是 no lift， 好，这是不合格的。啊，这边也是一样例子，已经到最底了，好，但是手肘仍然高于那个肩关节，好，这个是不合格的。所以你看它这个地方好，就是我们讲说那个 top surface 好 top surface of the shoulder 好，但是这边讲的是什么 top of the shoulder joint， 那我们的感觉上以它画的这个标准来讲，是指肩关节的最上缘哦，肩关节的最上缘，不是指肩关节前面的皮肤哦。我想这个可能到时候在施行的，在明年1月开始施行之后，应该这些争议点应该会慢慢出现，而且大家也会慢慢凝聚共识，该怎么推才不会被判定为不合格。那这是一个他们认为说是合格的一个 set up 好，就是准备期呢，像这样子的，他们认为是 OK 是正常的，好，但是呢，像这样子比较极端方式的一个操作呢，他们认为是不行的，是不行的。那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很多的网络上大家这种影片应该都看蛮多了，大家的说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算是合格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的哈。大家看一下，这种就是超级的高拱腰，好，大家知道这个是这个人是 AD 了哈。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欧文了哈。重量本身不是很重要，主要是这怎么推的。好，像这样子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判定为失败。那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所谓的 set up 未来是不允许像这个样子脚是不能放在凳子上面的这种的方式在未来是不允许的。在准备期把脚放在凳子上面来做那个起翘或者拱腰，在未来是不允许的。那其他的话就要看那个手肘的高度跟肩膀的高度，像这样子有可能是 no lift。那我们这边来看几个就是极端的，过去大家都认为说不能批评，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样反正符合规则，是一个合格的可以取得正式成绩的推法。但是今年的 IPF 修改这个规则之后呢，未来像这一类型的就很有可能会被判定为失格，这是不算数的。好，这种的 set up 也可能会被判定为失格那再来就是推的方式了。好，大家看一下手肘呢，手肘有没有低于肩膀的最上缘的地方？这个很显然是没有的。好，所以即便他推了起来，在以前可能会算成绩，但是在未来的时候成绩呢可能是会不算。
那不过呢，这边就会引出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那既然过去的这种推法算成绩，那现在这样的推法不算成绩，那么这些会不会导致未来的世界纪录就很难被突破呢？这个也是有可能。我不晓得说 IPF 在更改规则之后，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认为是成绩要重新来做计算，这个陈医师就不太清楚。这个可能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留言板跟陈医师来做一下补充。更改规则更改到什么样的程度之后呢？这些的各个量级的记录会重新做计算。那这个事情我在 IPF 的 rule book 里面是没有看到的哈，所以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好像这个就有判定的盲点了哈，是不是合乎新的标准哈？这个有判定上会有一些疑虑存在。那像至于这个的话，是铁定是不会合格的哈。这个手肘跟肩关节这个高度还差非常非常远要还不达到说模糊的程度，基本上是不合格的。那这个 set up 也是有争议的set up 它现在就是脚底要平贴那再来就是说那个头不能动。好像这个有一个侧向移动或者说有下沉的动作呢，也是不行的。不过当然这个是指 IPF 的比赛规则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联盟，不同的建立的联盟，他们采用的规则呢也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 IPF 在算是建立比赛里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那也算是正规的一个组织了所以我想他们愿意做出改变呢，这是好事，至少听到大家的反馈在推广这个运动的时候会比较有利一点。那么这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啦这种的超高的拱的方式呢，在未来通通不算数通通都不算数的。毕竟健力运动是一个很纯粹的 raw strength， 是一个很纯粹的力量的展示把它弄成活动度的展示，基本上就变得是很不合理。虽然适当的活动度呢，对运动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讲到对运动表现、对减少身体的负担都是有帮忙的不过陈医师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说，因为昨天刚好知道IPF 的规则有更新，陈医师也上网特别去查了跟大家稍微做一下分享。那么我想就说关于这个所谓的大法师型的卧推或者说跨海大桥的卧推，那未来的话应该是会慢慢的就不见那但是这个改变如果你问陈医师，我会认为是说改变的幅度仍然不够大改变幅度仍然不够大，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跟好的方向，表示对于大家的反馈，对于大众的反馈 ，IPF 至少他们是内部有做讨论，而且愿意做出更新的。那希望未来的卧推的所谓的可观赏性呢，也能够大幅增加虽然大家都讲说可观赏性，讲这个很奇怪，但是可观赏性的确是这一个运动能不能够被很顺利的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以前陈医师都会开玩笑说，纵使在帕运就所谓的残障奥运的卧推都远远比一般的 IPF 的卧推呢要来的好看这个是不太合理的事情那未来的话，我想慢慢的改变之后，我想这个在卧推规则定下来规则有去更新，也符合一般大众的一个观赏的标准我想这个是对未来推动建立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正面效应在。好吧，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如果有什么讲的不够清楚的或者说对规则更熟悉，对成绩的这些记录更熟悉的人呢，可以在留言板跟大家补充也让陈医师能够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看法。好吧，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拜拜。